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5月27日星期五，欢迎走进一波热点。BC 省对房产交易将设预售期和冷静期，有助于抑制房价吗？根据政府委托的一份新的专家报告，卑诗省不仅应该对购房实施新的冷静期，还应该在房地产交易前进行第二次暂停，让买家有更多时间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进行尽职调查。周三，省独立的金融服务管理局发布了期待已久的建议，关于如何在由竞标战、竞争和无条件报价压力主导的炙手可热的房地产行业中，加强对买家和卖家的消费者保护。财政部长 Selina Robinson 亲自委托了这份报告，并准备最早在今年夏天将许多提案成为法律。该报告呼吁进行两项重大改变。房产首次挂牌出售后，新的5个工作日预售期，在此期间不允许提出或接受邀约。卖方接受邀约后，新的3个工作日冷静期，买方可以通过支付罚款退出交易。这些改变主要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并确保有适当的法律工具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预计这些变化都不会降低房价。报告称，政府还应在此期间强制要求卖方向任何感兴趣的人披露房产和物业的信息及文件。买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房屋检查、安排融资等，然后在5天冻结结束时提出邀约。一旦报价被接受，新的冷静期就会开始。买家可以选择出于任何原因退出，原因可能包括对房屋检查、融资问题或法律建议感到不满等，但他们必须向卖方支付高达房产价值 0.1% 至 0.5% 的费用。为了帮助新流程，该报告建议政府强制要求卖方在交易过程中的任何时候进行房屋检查，即使房屋检查不是写在邀约中的条件，但他没有说房屋检查是每次购买的强制性要求。根据建议，在达成交易之前，买方还必须向卖方披露他们是否在其他房产上有任何其他活跃的报价。金融服务管理局建议人们不能放弃或选择退出这2个暂停期，除非是法院命令的销售等极少数情况。这些规则应该适用于卑诗省的任何地方。金融当局表示，哥伦比亚省应该结束目前盲目竞标的做法。买家不知道还有谁对房产出价或以什么金额出价，有时可能导致大幅超额出价，以至于人为的夸大房产的销售价值。卑诗省房地产协会称，他们很高兴其关于5天预售期的建议被接受，但他继续反对3天冷静期的想法，因为他认为这将对交易产生负面影响。猴痘会否像 COVID 一样成为下一次大流行？随着猴痘病例在世界各地蔓延，医学界仍在努力解决飙升的原因。它可能会给一些人发出警报，并引发人们对早期爆发 COVID 时的回忆。但卫生专家表示，猴痘不太可能对冠状病毒产生类似的影响，并引起全球大流行，主要是因为它不是一种新病毒，并且不会像 COVID 那样传播。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已有26例确诊猴痘病例，魁北克省有25例，安大略省有1例。在欧洲和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国家也发现了该病毒的爆发。捷克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最近报告了第1批病例，目前有18个国家在西非和中非以外地区发现了该病毒。猴痘不是一种新病毒，我们已经知道它是如何传播的。猴痘于1958年被发现，它是一种罕见的疾病，与引起天花的病毒属于同一家族的病毒。这种疾病最初是在用于研究的猴子群体中发现的。第1例人类病例直到1970年才在该地区消灭天花2年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被发现。猴痘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可以通过呼吸道飞沫或直接接触皮肤而产生病变、体液或受污染的衣物传播。呼吸道飞沫通常不会传播很远，需要长时间的密切接触才能传播该疾病。
猴痘的一个显著症状是皮疹，通常从脸上开始，然后扩散到人的四肢或身体的其他部位。专家认为，目前的猴痘疫情是通过与患有活动性皮疹的人进行亲密的皮肤接触而传播的。专家说，一旦确诊，该病毒传播更容易受到控制。目前存在一种可以预防猴痘的疫苗。正痘病毒家族包括猴痘和天花。过去每年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天花，由于全球疫苗接种工作的成功，天花在1980年被消除。据世卫组织称，天花疫苗仍可用于预防猴痘，其效力超过 85%。在加拿大 ，PHAC 表示，他已经从加拿大国家紧急战略储备中向魁北克省提供了少量天花疫苗 Imvamune， 其他司法管辖区也能够获得一些供应。PHAC 还表示，目前不需要对猴痘进行大规模免疫接种。COVID 更具传染性，更致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它不需要皮肤与皮肤接触即可传播，并且可以在常规距离传播，可以在与感染者交谈期间以及感染者与您共用一个房间时传播。病毒在通风不良的房间里传播得最快。COVID 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传染性的病毒之一，这是它传播得如此之快的主要原因。加拿大卫生部指出，以前记录的最长的猴痘感染链是4代人之间的传播，这表明它流行病传播的可能性有限。猴痘的致命性也低于 COVID。虽然有更严重的病毒株，但报告的大多数病例都是轻度感染。它在2到4周内自行消失，无需任何治疗。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近猴痘感染者死亡率约为 3% 至 6%， 儿童死亡率较高。加拿大人网络支出全球领先。根据 Money Supermarket 最近的一项研究，加拿大人在其一生中将平均在网络支出上花费58000加元。该研究评估了135个国家的网络成本，并以全球平均72岁的预期寿命为基础。加拿大排名第103位，这表明居民平均每月将在这项服务上花费67加元。在所调查的国家中，只有32个国家对居民收取更多互联网接入费用。虽然这些信息并不新鲜，但该研究为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抱怨的长期问题增添了火力。对这个问题的任何缓解都是短暂的。虽然加拿大广播电视和电信委员会 CRTC 在2019年8月降低了批发费率，但更大的运营商可以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 收费，但他们在2021年5月推翻了这一决定。CRTC 表示，这一决定是错误的。ISP TechSavvy 一直在努力让联邦政府下令撤销这一决定。他们的减少网络付费运动要求加拿大人提醒他们的国会议员就他们1年前提交的请愿书发表讲话。该运动指出，政府必须在5月27日之前处理请愿书。但为什么加拿大会处于这个排名呢？该研究指出，加拿大虽然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但缺乏竞争。由 Bell、Rogers 和 Telus 控制了几乎全部的市场份额，使得用户选择更便宜的互联网变得非常困难。北京认为拜登政府的内心比他公开承认的要黑暗得多。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呼吁大力捍卫现有的全球秩序，但强调拜登政府并不寻求与中国的冷战。布林肯说，拜登政府对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策包含3个词：投资、联合和竞争，并补充说，虽然政府已经投入了大部分资源来遏制莫斯科，但华盛顿认为北京是一个长期挑战。他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办的演讲中警告说，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的国家，而且越来越多的具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这样做，但布林肯承认，华盛顿直接影响中国的能力有限。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批评了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新经济集团，称其旨在孤立中国。他强调，没有北京，不会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
本周，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启动了13个国家的印太经济框架。他说，这将有助于美国在供应链、数字贸易、清洁能源和反腐败等领域与亚洲国家更紧密的合作。签署国是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泰国、美国和越南。他们加起来占世界 GDP 的40%。马哈蒂尔在东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美国将永远希望使用这样的集团来孤立中国。许多国家认识到这不是一个经济集团，但它确实是一个政治集团。拜登在本周访问东京期间，警告说，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攻击，他的政府将保卫台湾。这是一句即兴言论，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人们对美国总统大声说出来感到震惊。但几十年来，拜登一直有这种奇怪的倾向，用好战的语气，用虚假的微笑来说出明显的谎言。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是否表示美国将保卫台湾，因为他认为鉴于世界的危险现状，需要给中国一个明确的警告，或者他已经不再能够记住他所说的话。总部设在北京的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彤表示，周四布林肯对中国政策演讲不会显著改变北京对华盛顿的看法。在北京看来，拜登政府的内心比他愿意承认的要黑暗得多。华盛顿与北京存在着严重的认知差距，并且越来越多地导致中国对美国战略意图所带来的最坏情况进行准备。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警告说，一个中国原则是海峡两岸和平的基石。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绝不会妥协或退缩。在美国，任何关于战略清晰或战略模糊性的讨论都是浪费时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责美国及其盟国遏制中国，并表示太平洋岛国不是任何人的后院。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表示，美国正在寻求一种意识形态的国际秩序，而北京正在寻求的是一种基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传统秩序。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